小米15 Ultra 对比华为 Mate 70 Pro Plus， 本期的看点如下，大家可以结合下方的进度条仔细去看。Mate 70 Pro Plus 这台手机已经做过几期节目了，它的优点呢，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了。那么在这些方面呢，希望小米15 Ultra 比它更强啊，这样的话手机影像才能一直进步下去。那到底结果会是这样吗？看完本期对比，大家心里就知道了。这里要感谢一下每期在视频回复里上传摄影作品的朋友啊，是你们真正带着大家去热爱生活，拍摄眼中看到的美好。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加关注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。非常感谢大家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。虽然器材分好坏，但是摄影不论器材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那下面就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小米这边4颗镜头，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，4.3倍的长焦；华为那边3颗镜头，主摄超广角和4倍的长焦镜头。当然了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15 Ultra 的拍摄界面上期已经说过了，主要是5个拍摄按钮，0.6倍是超广角，1倍主摄，3倍是中焦，4.3倍是长焦，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新加入的街拍模式，上期节目也已经聊过了，还有颜色什么都聊过了，这里呢就不细展开了。没有看过的朋友呢，可以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再去回顾一下上期。华为 Mate 70 Pro Plus 的拍摄界面呢，也是5个阶段切换按钮。当然了，它是老选手了，大家应该对它比较了解了。W 超广角1倍是主摄，4倍是长焦，2倍跟10倍呢都是数码变焦。两台手机都已经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的系统。小米这边的硬件呢，肯定是现在最顶级的，而且它号称是夜神。那么咱们就看看它能不能战胜在硬件上比它差一档的华为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。从参数上说，感光器尺寸是小米这边更大的，华为是不公布感光器尺寸的。其实这点呢，还是应该说一下啊。当然，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它的感光器尺寸了，就是1.3分之一左右的。但是大家知道跟他自己说不说是两码事儿。那么光圈上，小米已经舍弃了可变光圈技术，华为依然有可变光圈技术。在之前的测试中，华为的每档光圈的成像表现都是挺一致的啊，这点呢跟之前小米有可变光圈的时候差不多啊，其实这点也没有什么新鲜的。看实拍样片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拿起来就拍。当时呢是大雾天啊，阴天，两边倒是把阴天雾天的氛围拍出来了，但是颜色风格上是有区别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注意啊，现在是小米偏绿，华为偏红啊，记住啊。那么解析力方面，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可能心里已经有数了。没错，就是在默认状态下，解析力方面是华为的更优秀。再看一组对比，颜色风格跟前面一组是一样的，那么解析力方面呢，也是一样的，华为的解析力更高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两边做的都比较优秀。仔细对比的话，是华为稍微强一点点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，总之两边是非常接近的。不过小米的感光器尺寸是更大的，但是华为那边呢是有可变光圈，两边主摄都有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地方啊，所以他们俩做的都不错。
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只不过在颜色上这回改小米偏红了。那现在就是默认模式的啊，现在是高清模式的。那穿插着看呢，确实是华为的色彩变化比较小一些，而小米这边呢色彩的变化比较大。那解析力方面有没有悬念呢？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心里有数了，没有悬念。华为的高清模式解析力更强，只不过它这个更强啊是有代价的，就是华为的高清模式拍摄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。按下快门之后要等半天，就跟拍夜景一样。而小米的高清模式拍摄的速度是跟普通模式没有区别的。那么在这方面呢，小米还是要更强一些的，最起码对抓拍是有利的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挨个念了啊，还是要说一下华为。感光器尺寸还是要说一下的，感光器型号不说嘛，也就无所谓了。跟相场、跟光学有关的感光器尺寸，还是应该说一下的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边的颜色风格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小米拍不到的范围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仔细看的话，华为稍强一些，但是华为画面上的整体观感是没有小米好的，数码处理的痕迹更多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还是小米偏绿，华为偏红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跟上一组是一样的，华为的解析力是更高的，但是它画面的观感是没有小米的好的，数码处理的痕迹更明显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比较考眼力啊，华为的稍微强一点点。换另一个角看也是如此，华为的稍微强一点点，只不过它数码处理的痕迹非常的明显啊，看起来画面更乱。但是只从光学上说呢，确实是华为的稍微强一点。两边的超广角都有高清模式，小米是5000万像素，华为是4000万像素。但是这回在颜色风格上是小米偏红，华为偏绿了。你看这是默认设置的，他们跟默认设置都反过来了。交替着看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，可以发现这两台手机的色差可都够大的啊，谁也甭说谁。那么解析力方面啊，高清模式下还是华为的更好一些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先说中焦，小米这边有一个新的3倍的中焦镜头，华为是没有中焦镜头的。那么长焦镜头，小米是4.3倍的2.1像素长焦镜头，华为是4倍的48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。对比样片，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视角呢稍微有些区别啊，那是因为它们主摄的焦段就是视角上就有区别，到了2倍呢肯定也是有区别的。那么解析力方面呢，是小米的更优秀啊。虽然说在默认状态下主摄是华为的解析力更高，但是到了主摄的数码变焦的时候，就是小米的更好了。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小米是光学焦段，华为还是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啊，小米的强很多。现在小米是4.3倍，华为是4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那么在默认模式下，解析力，仔细看的话，小米的更好一些。两边的长焦都有高清模式，小米是2亿像素的，华为是4800万像素的。解析力方面还是小米的稍微强一些啊，但是它们两边数码处理的痕迹都很明显。小米这边呢看着有点脏有点乱，华为那边涂抹感很重。还有就是华为4倍的高清模式，拍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啊，跟主摄、超广角什么都一样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它们都是各自长焦头的数码变焦，解析力方面小米的强很多。现在是3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啊，结果呢是没有悬念的，解析力方面也是小米的更强。再说微距的表现，他们俩呢都有长焦微距啊，所以这个环节就放在了长焦后面。小米那边呢是3倍中焦镜头拍的，华为呢是4倍长焦镜头拍的。在放大比方面呢是华为的更优秀，只不过华为的这颗4倍镜头的光圈实在是太大了，在拍摄微距的时候景深太浅了，稍微有一些高低错落呢，就不可能把画面中所有地方都拍清楚，而且焦点很难控制。不过就看焦点部分的内容呢，华为的解析力可是要比小米的强很多的。再说前摄的对比，先看自拍的表现，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两边在磨皮美颜方面做的都比较好啊，也比较克制，就是两边照片的观感差距很大啊，主要是亮度方面，小米那边呢看着亮堂，华为那边呢看着沉稳。只不过小米有些照片看着就有些苍白了啊，华为那边还是挺精致的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
这回小米在人物肤色方面的把控就比较准确了，肤色也比较好看，整体的画面亮度也比较合适。相比之下，华为那边呢，一开始是偏暗，现在呢，你说它是偏黄还是偏绿啊？总之从肤色上看呢，就是没有小米的好看。防抖跟清晰度方面，两边做的倒是非常不错的。再说人像的表现，用的也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跟上一期对比一样，15 Ultra 这边的人像样片呢，看着比较白，比较亮堂，可能更适合给女孩子拍照吧。华为那边的表现，无论是从肤色上看，还是从整体照片的色彩上看呢，都没有小米这边好，对吧？有没有喜欢华为那边的效果的？有喜欢的也可以说一下啊。那么换一个场景呢，也是换了一个光照的角度，两边的表现跟上一个场景还是挺一致的。小米这边亮堂，看着更白净一些，色彩呢相对讨喜吧，跟华为比啊，华为那边的色彩呢，我感觉不如小米。再说直出扩张度的对比，那直接说结果吧，就是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在这个环节的表现都不错。其中小米15 Ultra 呢，徕卡经典、徕卡生动我都拍了。徕卡经典的表现呢，在直出扩张度上是更好一些的，因为它更能做到亮部能亮得上去，暗部能暗得下来。亮部呢，比如说天空中的云层啊、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呀，做的都没有问题。暗部在暗下来的同时，还能保留足够多的细节，而且暗部也不发虚，也不偏色。华为那边的表现在各个场景下也是足够优秀的。现在旗舰机在直出扩张度这个环节啊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啊，都没有什么压力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先说第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亮部是小米的更好，华为的亮部呢有些偏色，超广角两边差不多。但是这个场景下，主摄亮部的表现就不能说小米的更好了，因为它亮部的色彩并不均匀，华为那边的亮部呢还是有些偏蓝，超广角的表现呢，这回亮部是小米的好。在剩下的场景中呢，如果你仔细去对比这两台手机，无论是主摄和超广角，在亮部的区别呢还是更大一些的。但是在这些城市夜景的环境中，他们的表现都可以说是不错的，但是也都是不完美的。号称夜神的小米也不能拿华为怎么样啊。但是场景的难度一提高呢，主摄的表现两边的差距还不是很离谱，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就是华为的更优秀了。来到城市比较昏暗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号称夜神的小米依然跟华为可以说差不多，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在细节呈现方面还是华为的更优秀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表现也可以说都很优秀。现在小米是3倍，华为是4倍，他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，他们俩做的都还不错啊。细分析的话，肯定还是有区别，整体来说没有大区别。那现在小米是4.3倍，华为还是4倍，也都是光学焦段，两边也可以说是非常优秀。就算到了10倍数码变焦，他们都是长焦头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表现也都是优秀级别的。再着重看看夜景长焦的表现吧，毕竟小米号称夜神嘛。那么这个场景两边在细节呈现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啊，主要是细节呈现方面颜色好说。那来到城市比较昏暗的场景，两边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，主要是细节呈现方面。要说颜色嘛，我还觉得华为的更好一些呢。那再看一眼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吧，它们都是长焦头的数码变焦。你要说细节呈现，反正从灯光上看，华为的更好；从某些路牌上看，是小米的更好。那其他的细节呈现呢，反正你要仔细看呢，也有这个好的，也有那个好的，整体来说也没拉开什么差距。来到了极暗环境，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15 Ultra 的夜景模式已经融合在了自动夜景里了。华为那边还是有专门的夜景模式的。那么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差不多，主要的区别呢还是在颜色上面。但是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是华为的更优秀。健身器场景是一个非常好的测试极限夜景的场景。那么主摄的表现两边的细节呈现方面差不多。小米这边的感光器尺寸可比华为大很多啊，华为的光圈呢是比小米更大的，但是号称夜神的小米也没有在细节呈现方面比华为的强，而且超广角在细节方面还是华为的呈现更丰富。难度再提高一些，树林小路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，就说小米的比华为稍微强一点点吧，强的不多。超广角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华为的更好。最难的祖传神树普洱场景，主摄的表现小米在细节呈现方面确实比华为是强的，但是超广角的细节呈现，华为比小米强的可就不是一点了。
最后再看看两台手机长焦在极限夜景下的表现吧。两边的细节呈现都挺一般的啊，因为它们都不会调用长焦镜头，在这种极暗环境下拍摄，它们都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替代的。但是小米呢，在系统里边可以把自适应长焦关掉啊，关掉这个自适应长焦之后，在多么暗的场景下，它都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。那么细节呢，确实是比华为强的。华为那边我没有找到怎么强制用长焦头来拍啊，就算是专业模式也不行。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下。视频录制用的是系统的默认设置，就是最接近抖音和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。现在是白天主摄手持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。清晰度、防抖两边都非常优秀，颜色的区别还是挺大的。拍摄的时候是阴天啊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华为那边的视角更广一些啊，主要的区别还是来自于颜色。清晰度跟防抖两边都不错当然放大看的话，可能会觉得华为的清晰度没有小米高啊，那是因为华为的视角广，它拍摄的中心物体呢会更小一些。但是颜色方面，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两边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好。小米那边的锐化稍微比华为重一些。现在都是3倍的对比，小米那边的3倍是光学焦段，华为是数码变焦，解析力方面是没有悬念的，小米的更好。两边的防抖都是很不错的。现在小米是4倍，华为是4.3倍，两边都是光学焦段了。清晰度、防抖两边依旧都很 OK， 但是颜色的差别更大了。小米这边偏绿偏蓝，华为那边偏黄偏红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我不知道你们的显示设备上看到的颜色跟我能有多大差别，它们两个都不接近真实环境，都偏色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解析力就是清晰度方面啊，小米的更好，比华为的强。到了最远的数码变焦焦段，小米是30倍，华为是20倍，解析力方面肯定也是小米的更好喽。现在是主摄夜间的录像对比，它们的表现比较接近。现在是超广角夜间录像的对比，差距就比较明显了，华为的更优秀。现在是3倍端的录像表现，小米那边是光学焦段，华为是数码变焦，所以在解析力、清晰度方面呢是小米更好，但是小米那边的视频啊有一些拖拽感。现在小米是4.3倍，华为是4倍，它们的清晰度跟解析力这回都没问题了，因为都是光学焦段了。防抖呢，华为的更好一些，小米还是有些拖拽感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，它们都是数码变焦了。两边的画面怎么说呢？其实解析力是差不多的，小米这边看着脏点儿，那是噪点多一些；华为那边看着纯净一些，那是涂抹感重啊。反正谁也甭说谁，解析力两边就说差不多吧。两台手机从白天到夜晚对比都结束了，白天就不说了，大家看完也就清楚了。但是号称夜神的小米在晚上也没有比华为有什么优势啊。小米的硬件看似是更强的，主摄跟长焦的感光器更大嘛。但是华为的夜景表现也是依靠着硬件啊，它的光圈更大，主摄和长焦的光圈都比小米的大。在硬件上，两边可以说是各有优势，软件上两边也都有遗憾。所以要想成为夜神啊，光说某一方面的参数是不行的，还得看实测，还得让厂家继续卷下去。厂家不断的竞争，受益的肯定是消费者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